Posso já começar? Empieza já? Vale? 2024年8月，41岁的葡萄牙球员佩佩宣布挂靴，为他传奇的职业生涯画上句号。即便在最后一个赛季，这位波尔图队长依然保持着令人惊叹的竞技状态，用无人能及的表现证明自己仍是后防线上的定海神针。作为欧洲足坛的传奇人物，佩佩的故事与众不同。他的职业生涯始于异国他乡，却从未被常规所束缚。这位外表凶悍的铁血后卫，在球场上如疾风般席卷四方，在每一次对抗中都展现出愈战愈勇的斗志，用钢铁般的意志书写了一段绿茵传奇。Nacido en Brasil, internacional con Portugal y madridista de corazón, la trayectoria de Pepe le avala como uno de los mejores defensas de la historia. Atención al balón, Sarabia, ¡gol! ¡Gol de Sarabia! ¡Gol número 11! ¡Señor! ¡Señor! ¡Gol! ¡Gol de señor! 1983年，西班牙国家队以12比1血洗马耳他，惊险晋级欧洲杯。这场历史性的碾压式胜利，如今已无人问津，因为今天的主角另有其人。就在同一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北部的阿拉戈斯州，一个名叫凯普勒拉维兰利马费雷拉的男孩咕咕坠地。在这个盛行绰号的国度，这个拗口的名字很快就被简化。少年凯普勒先是被叫做佩皮尼奥，最终定格为那个将载入史册的名字佩佩。这个男孩选择了足球之路，从小就让街坊四邻闻风丧胆。他不仅用凶狠的防守震慑对手，更会在自家后院独自练习飞铲动作。该来的终究躲不掉。13岁那年，在一场火药味十足的比赛里，佩佩彻底失控，用一记重拳狠狠砸向对方球员的下巴。Assisti esse jogo dele com esses caras maiores. Eu digo, é pra matar meu filho, mataram. 对方球员被打得满嘴鲜血，佩佩当即被红牌罚下，险些就此断送在巴西的足球生涯。但俱乐部选择再给他一次机会，将他留在了球队当中，让这位年轻后卫继续自己的足球之路。2001年，17岁的佩佩远渡重洋来到葡萄牙，与马德拉岛的马里迪莫俱乐部签约。que usted ha tenido en su vida fueron esos meses en Marítimo cuando estaba lesionado, cuando además dejaba a su familia. Sí, estaba sí, solo. Sí. Lo pasó mal, ¿no? Dos momentos para mí muy marcantes en mi carrera que me ha hecho grande. 葡萄牙俱乐部素来热衷于发掘巴西新星，马里迪莫正是如此。这支常年徘徊在葡超中下游的球队，成为了佩佩职业生涯的起点。他在这里获得了出场机会，但不幸的是，他因脚伤困扰，表现受到影响。曾与 C 罗一同在葡萄牙体育试训，最终在马德拉岛度过2年半时光。2002年迎来关键转折，巴西 U20 国家队向这位马里迪莫后卫抛出橄榄枝。对渴望身披桑巴军团战袍的佩佩而言，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认可。佩佩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整装待发，准备返回巴西实现梦想。然而一通电话击碎幻想，最终名单上他的位置被巴黎球迷熟知的另一名后卫所取代。噩耗击垮了年轻的佩佩，他在后来的采访中坦言，巴西队错失良机，必将为此懊悔不已。在马德拉岛证明自己实力后，这位后卫引起了著名经纪人门德斯的注意，门德斯自然为他运作转会至自己最熟悉的波尔图俱乐部。2004年加盟这支新科欧冠冠军时，21岁的佩佩首个赛季机会寥寥，更多时间是在替补席上度过，而非在场上修剪对手前锋的膝盖。但当这位14号球员终于获得机会，并逐渐在巨龙军团站稳脚跟时，他用实力证明自己配得上绝对主力位置。在一场与本菲卡的火爆德比中，他更是毫不畏惧地向对手送出凶狠犯规，为此付出了职业生涯第5张红牌的代价。Nuno Gomes não se conforma com esta decisão do Algarve Bencarense.Completamente desnecessária esta situação。历经种种波折，22至23岁的佩佩终于迎来职业生涯的真正起飞，逐渐跻身世界顶级后卫之列。他初尝欧冠联赛滋味，出战20余场欧战后，2007年那个期待已久的电话终于响起，可惜来电的不是巴西队，而是葡萄牙主帅斯科拉里。当多年苦等巴西征召无果后，葡萄牙足协敏锐捕捉到这个良机，向这位后防悍将发出入籍邀请。佩佩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提议，数月后顺利获得葡萄牙国籍。24岁那年首次获得国家队征召。就这样，
在波尔图度过3个赛季，收获多项荣誉，并蜕变为一名可靠的中卫后，佩佩踏上了皇马之旅。他带着全新的身份，一个兼具力量与技术、擅长出球且防守凶悍的顶级后卫形象，登陆伯纳乌球场。佩佩的职业生涯起步并不顺利，在巴西和葡萄牙的早期岁月留下的影像资料不多，但这段经历恰恰塑造了后来令人生畏的铁卫形象。当他来到皇家马德里时，正值这支白色军团后防线吃紧的阶段。然而佩佩的表现受到伤病反复的困扰，加上他过于粗犷的踢球风格，在当时并不太受球迷的欢迎。尽管如此，他依然在这支球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佩佩在皇马初期上场机会寥寥，状态也起伏不定。更令马德里球迷和媒体难以忍受的是他那些疯狂的犯规动作，人们开始公开质疑这位后卫的职业素养。最典型的莫过于2009年对阵赫塔菲的那一幕，短短几秒内，他先是背后恶意踢踏已经倒地的对手，接着又一记侧勾拳直击另一名球员下巴。整个伯纳乌都看傻了，这野人到底是来踢球还是来打架的？ Pepe has lost the plot here. What was doing there? 然而，即便他的行为让整个马德里哗然，即便日后依旧有各种争议行为，但仍有一个人选择信任他，就是1年后入主皇马的穆里尼奥。He's a tremendous defender. He's one of these last defenders that love to defend, and that's what he does better than anyone in this moment in European football. 若论这两人之间的故事，那真可谓冰火两重天。以佩佩的性格而言，本不足为奇，但最终却是这位葡萄牙战术大师让铁卫重拾信心。在穆里尼奥麾下，佩佩从每赛季出战20余场增加至40余场，成为狂人阵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而这位后卫也用卓越表现回报了这份信任。要知道，当佩佩在球场上保持冷静克制时，他展现的绝对是世界顶级水准。He's an example, a professional. The way he reads the game, the way he competes, is a wonderful example for Portuguese football and football in general. 佩佩最令人称道的是他预判方面的怪物级能力。从众多比赛画面中可见，这位后卫总能提前洞悉进攻球员的下一步动作或跑位路线，抢先一步完成拦截。这种特质相当耐人寻味，这与外界对佩佩的刻板印象有些不符，但他实际上是位极少倒地、不轻易冒险铲球的稳健型后卫。他之所以能保持低风险防守，全赖那惊人的爆发速度。最经典的例证当属对阵巴萨的比赛，当佩佩与以速度见长的亨利正面交锋时，这位葡萄牙铁闸竟让法国传奇被迫犯规。通过这些表现可以看出佩佩在防守方面的优秀能力。而当对抗稍显焦灼，佩佩不幸慢了半拍时，他也不会因为落后而选择故意摔倒。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佩佩会用强壮的身体来应对，把对手撞到场外，或者等待对方自己犯错。说到身体素质，这家伙简直就是个怪物，闪电般的冲刺速度，惊人的弹跳高度，铁柱般的肩膀，所有担任支点的前锋遇到他都像做噩梦一样。1.88米的钢铁之躯带着雷霆万钧之势从你背后杀出，谁敢说自己能在头球争顶中赢过佩佩？佩佩也有自己的专属战靴，但不是那些流行的猎鹰和刺客，他始终穿着那双老派的茵宝球鞋，丑是丑了点，但佩佩一点都不在乎，管用就行。Selección brasileña, esa época era Umbro, pero Roberto Carlos, ¿no? Es que era una marca que a mí me acuerda mucho Roberto Carlos usando, Romário también. 他在空中的统治力同样堪称顶级，这正是他为皇马屡建奇功的杀手锏。无论是时机把握还是爆发力都强悍无比，这种制空能力在攻防两端都极具杀伤力。佩佩是一位现代防守球员，他不仅在头球方面表现出色，还能在空中用剪刀腿等高难度动作完成救险。伯纳乌的球迷们可算大饱眼福，这堪称现代后卫的终极技能包。更难得的是，佩佩还拥有相当可靠的出球能力，他总能用精妙的脚法突然改变进攻方向，找到前插的队友。
这位后卫从不畏惧持球，得球后敢于带球突进，甚至能连过数人，再从容观察场上局势。面对高压逼抢时，他绝不会仓促解围，而是凭借后卫中极为罕见的细腻技术和干净利落的盘带独自破局。以上所展示的几乎都是2012赛季佩佩在皇马时的表现，仅凭这些就足以证明这位长期屹立足坛巅峰的球员在防守和技术层面的非凡造诣。不过，在谈论他的职业生涯长久性之前，我们也必须不得不先走进黑暗面，聊聊佩佩那些备受争议的瞬间。我们之前说过，佩佩以出色的防守能力而闻名，但是他也因其有时表现出的暴力行为、长长的假摔以及挑衅行为而备受争议。这种矛盾的特性使得人们在谈论他时，既会想到他的优秀防守，也会联想到他的其他不那么光彩的行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佩佩的表现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Pepe, tenemos que hacer un vídeo con todas sus imágenes y sus patadas. 佩佩绝非那种球场屠夫型球员，并不是那种靠无休止的恶意犯规来掩饰平庸球技的普通球员。事实上，他的情况有些特殊。没错，这位葡萄牙铁卫确实作风彪悍，下脚果断，从不做无谓的跑动。但在比赛常规对抗中，他并非暴力型球员。虽然在国家德比巅峰时期有过一段较为激进的阶段，但除了那几次颇具争议的犯规外，这些绝非他足球风格的主旋律。真正定义佩佩的是他那种有些疯狂、狡猾的一面，比如那些隐蔽的撩阴腿，或是杂耍般的面部剪刀脚，都是裁判难以捕捉的小动作。玩起这套把戏时，佩佩确实令人打鼾，有些画面甚至让人产生这辈子都不想和他同场竞技的恐惧感。Has any of your managers said, Pepe, calm down, like, just calm down a bit? And if they have you just told him to shut up? No, la verdad es que nunca ningún entrenador me lo ha dicho eso. Hasta porque yo creo que a muchos entrenadores les gusta tener un jugador con mi carácter dentro del campo. 然而，佩佩将这种游走于规则边缘的行为转化成了自己的威慑武器，一种用来掌控对手心理的战术工具。事实上，佩佩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粗暴球员，而是一个狡猾到令人咬牙切齿的挑衅大师。数据是不会说谎的，佩佩整个职业生涯仅吃到17张红牌，比踢前锋的托蒂只多1张，比效力巴萨的墨西哥后卫马克斯少5张，更比他的黄金搭档红牌专家拉莫斯整整少了13张。这种反差印证了其狡猾恶汉的本质。比起无脑暴力，他更擅长在裁判盲区施展那些令人血压飙升的小动作。Sergio Ramos tiene tarjeta amarilla, se va a quedar con un futbolista menos también. El Real Madrid, bueno, minuto 9. Había visto en el 4 Sergio Ramos. 更何况，他绝大多数红牌其实与常规比赛动作无关，比如2014年世界杯上对托马斯·穆勒的头锤攻击。23年职业生涯累计17张红牌，对于这位葡萄牙硬汉来说真不算多，尤其考虑到他这些年已经越来越懂得收敛锋芒。我们曾以为佩佩的职业生涯在穆里尼奥执教的皇马时期已达巅峰，但这位铁血后卫的传奇远未终结。尽管年轻的瓦拉内在皇马防线中崭露头角，佩佩依然为皇马坚守4个赛季，期间3度问鼎欧冠，尤其是在2016年，他的表现堪称金球奖级别。这是 C 罗对佩佩的评价，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位防守球员对皇马的重要性。在与马竞的欧冠决赛中，在欧洲杯的终极舞台，这位身披3号战袍的后卫或许才是真正的赛事最佳。2016年是佩佩职业生涯最辉煌的赛季。值得一提的是，他连续3届入选欧洲杯最佳阵容，这份殊荣印证了其惊人的职业生涯寿命、钢铁般的意志以及贯穿整个职业生涯的稳定表现。佩佩就是那种永不放弃的硬汉，是用灵魂在踢球的真正领袖。2016年欧洲杯决赛后的那次呕吐，正是他拼尽全力的最好证明。2016年7月的法兰西大球场之夜，他交出了近乎完美的答卷。这场史诗级的表现不仅让吉鲁黯然失色，更彻底粉碎了法国队想在家门口夺冠的希望。Mesmo assim, quando nós soubemos, quando ele disse que já não dava mais dentro de campo, tentei passar a palavra para meus companheiros que nós tínhamos que ganhar para ele. Entramos com o intuito de trabalhar, de sermos humildes dentro de campo e graças a Deus conseguimos um resultado positivo. 2016年，
佩佩33岁，或许在有些人眼中，他已走到职业生涯的尾声。然而8年过去，这位马赛约的巨人依然拖着他那副铁躯，踏遍欧洲的每一片草皮，辗转贝西克塔斯，更重归波尔图，上演王者归来的篇章。这位葡萄牙传奇终于找到了完美的归宿，在他熟悉的俱乐部，在欧洲顶级舞台，为职业生涯画上句号。过去2-3个赛季，他展现出的竞技状态堪称奇迹，是对他足球智慧的最佳证明，是对他赛场统治力的最佳诠释，更是这位伟大球员最有力的自白。他曾与舍甫琴科正面对决，也和卡马文加这样的新时代过招；他曾与亨利刀光剑影，也和阿尔达古勒新锐争锋；曾与国王阿德里亚诺硬碰硬，也同飞哥演绎葡式优雅。而如今更是直面若昂内维斯的新生代冲击，拦截拉明亚马尔的天才火花。更传奇的是，2002年他在葡萄牙体育出狱那个叫 C 罗的青涩少年，2024年欧洲杯的绿茵场上，他依然与那个传奇7号并肩作战。说真的，这段跨越22年的足球史诗，连亲历者都觉得不可思议。 He's a great guy, and what he's doing now, at that age is a lot of respect to him to be able to keep going like that. So great player, aggressive, strong in the duels, and great defender. So he's a good player, and fair play to him for keeping it going so long. 这个了不起的家伙，看看他的表现吧。要知道，在这个年纪仍能如此坚持，令人肃然起敬。他是位伟大的球员，侵略性强，风格硬朗，出色的防守能力堪称全能。从18岁起便开始鏖战，直到41岁的坚持实属奇迹。尤其是在他最后一个赛季，41岁的他依然惊艳全场。欧冠赛场，波尔图对阵阿森纳一役，他荣膺最佳球员。欧洲杯上，代表葡萄牙迎战法国时，面对满场飞奔的年轻新锐，佩佩将不朽传奇这个称号诠释到了极致，将职业生涯的辉煌推向顶点。Não sei qual vai ser a sua decisão, se vai continuar, se vai desistir, mas antes da sua decisão, deixe-me dar os parabéns e os portugueses quererão fazer isso também pela sua carreira fantástica nesta seleção nacional, pela sua longevidade fantástica com este símbolo ao peito. Um grande abraço e até à próxima e tudo bom para si. Muito obrigado. 佩佩的声誉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改善，就像他已经理解了更冷静、更睿智、更纯粹，同样也是实力的体现。正如穆里尼奥在采访中所说，2014年的佩佩与2024年的佩佩在竞技水平上并无本质区别，变化的只是世人对他的认知与评价。曾经那个被认为走到尽头、被按在替补席上的球员，如今却以141场国家队出场、141场俱乐部欧战赛事、近900场职业比赛的辉煌纪录完美谢幕。尽管遭遇了伤病、竞争和批评，尽管他的风格、性格以及对比赛的影响力都曾受到质疑，但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并最终改变了自己的声誉。他的心从巴西转向葡萄牙，骄傲地代表着给予他机会的国家。在国家德比对决中，他从伯纳乌的恐惧之源变成了受人尊敬的老将，终于获得了应有的赞赏。佩佩无疑在足球历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深刻印记。